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呢？如果告诉你，天才其实根本就不存在，你会相信吗？从古至今，人们多数认为，无论身处哪个领域，潜能难免都会受到天赋影响。就比如学钢琴的人到处都是，但只有具备天赋的人才能够成为伟大的钢琴家。许多人虽然喜欢运动，但是能够成为顶尖运动员，登上奥运会舞台的确实寥寥无几。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人们往往都将一个人的成就与天赋挂钩。但是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本书将会彻底推翻这种想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木研秋的频道。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书是艾利克森的著作《刻意练习》。艾利克森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，也是刻意练习法则的原创者。他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成功并不是源自于天赋，10000小时天才定律的关键就在于刻意练习。艾利克森认为，很多种种看似天赋使然的才能，其实是可以通过多年努力学习获取的。4岁就能分辨任何音乐音调，7岁就举行大型音乐会的莫扎特，一直作为证明天赋是与生俱来的绝好例子。但其实，普通的小孩经过长期特定的训练，也可以达到莫扎特的程度。2014年，日本一位心理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，他招募了24个2到6岁之间的小孩，开始对他们进行为期1年的音乐训练。结果出人意料，这24个小孩从1年前的音乐小白，都蜕变成为完美音高的音乐小达人。原来，只要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，天才是可以造就出来的。作者分析说，莫扎特的天赋很可能也是训练的结果。莫扎特的父亲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，从莫扎特4岁开始就开始全职教孩子音乐了。他精心安排了莫扎特学习各种乐器，每天通过不同的训练加强自己的技术。此外还教导了他聆听、分析乐谱，并学习音乐家必修的意大利文、法文和英文等。他还专门写过一本怎样发掘孩子音乐才华的书籍。可想而知，他对莫扎特的训练是多么的专业。在正确的训练下，莫扎特能够成为一代天骄，也不足为奇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同样的时代，同样的机遇，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乘势而起，成为人生的赢家，而有的人努力许久，却依旧一无所获？那是因为训练方法也有效与无效之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天真的练习，却只是单纯的增加了练习时间，并没有增强练习的深度。即使加倍努力，也不会有太大的进步。想要开启进阶之路，必须要以正确的方式理解问题，要懂得要不断的对标，然后运用正确的方法践行，最后持之以恒的坚持。现在我来为大家具体说说刻意练习的4大要义。刻意练习的第一要义是，你必须要制定科学的目标，并筹备详实有效的训练计划。你需要以问题为导向，简单说，就是在我要学之前，要先想清楚这些问题。我为什么要练习？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？怎样练习才能让我解决这些问题？然后你再根据内心的答案，再去安排训练计划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站在知识的源头，去功利性的练习。书中谈到这么一个案例，美国在越战早期，海军飞行员的战绩其实是很糟糕的。1968年的前5个月，美国海军击落9架越南的飞机，自己损失10来架战机。而且更夸张的是，飞行员发射了50枚空对空导弹，却没有一个打中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海军不得不思考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提高飞行员的能力，让他们快速地具备一流飞行员的水准呢？由此，他们设计出了后来著名的王牌训练计划。他们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挑选来做教官，组成红军，让他们模拟越南的战斗机战术，让他们成为最强悍的竞争敌手。然后他们再选拔出来另一批战斗能力、
仅次于红军的飞行员作为学生组成蓝军。接下来就让红军和蓝军天天 PK， 因为教练组经验更丰富，学生组经常被玩虐，天天那个崩溃啊，逼得学生组只能不停的紧急、危险等各种复杂状况下做出各种决策。战斗结束当天，教官就和学生沟通复盘，总结经验。教官分享他们的思考判断过程，学员在不停地摸索改进的办法。第二天，他们再带着新战术继续训练。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训练，结果到1970年的时候，这批美国海军飞行员进入战场后，因为战斗力激增，他们开始玩虐敌方。他们还实现了击落 12.5 架的敌机，自己只损失1架飞机的惊人战绩。这一套王牌飞行员计划巨大的成绩背后，遵循的就是刻意练习的原则，要时刻明确训练的目标，由目标出发，不断推演出提升自我的方法。当然，明确目标后，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也很重要。刻意练习的第二要义是，你必须摒弃传统的单机学习模式，开始向联机学习迈进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习惯于单机学习的方式，幻想自学成才。但自学有一个很大的弊端，那就是自学的效率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聪明程度。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，知识更新的周期在不停的缩短，如果依旧用自学的方式，该如何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？所以我们必须变单机学习为联机学习。所谓联机学习，就是你先自学，初步思考后打磨出自己的知识晶体，然后抛出去换回别人的知识晶体，让多种思维和经验相互碰撞，以期达到共同学习、携手进步的一种模式。当你自己有了一个观点并分享给别人时，别人也会抛出他的观点，你就可以快速接触到别人头脑里的知识，然后根据别人的观点来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，从而放大学习效应。高手擅长的就是通过这种联机学习的方式，不断地跟同行的精英交换思想，跟跨界的专家交换思想，来打破个人能力瓶颈，帮助自己快速获取和吸纳新知，最终实现自身的快速成长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个优秀的老师，他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最好的握琴方式，在跳弓的时候如何最有效的移动琴弓等等。而这些方法是你自己单机学习完全没办法快速实现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天才型选手出现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流的导师，有已经成熟合理的技能和方法，帮助他们持续的刻意训练。刻意练习的第三要义是，你必须要专注自己的目标，并在此领域持之以恒的进步。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要不断的做减法，专注于你的目标。不专注，练习不会有效果；不专注，注意力不集中，难有产出。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并长期做下去，才能做出成绩，不然一切都是虚妄。美国作家本杰明·富兰克林是一位杰出的作家，他参与了美国多个重要开国文件的撰写，$100美钞上的头像就是他。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，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，一生只在学校读了2年书。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说道，我在童年时代受过的教育，最多只能让他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写作者，能把句子写通顺就十分不错了。而引领他改变人生方向的，源自于聚焦于感兴趣的领域，并持之以恒的专攻。他发现《观察家》杂志的文章质量非常高，特别希望自己能写出那样漂亮的文章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撰写能力，他模仿《观察家》杂志文章的某篇布局、结构逻辑还有行文措辞等技巧。与此同时，他借由书店学徒、印刷厂工人的身份，通宵达旦地看书，不断强化自己的词汇积累和语言表达。在反复不断的刻意练习中，他的写作能力飞速进步，并创作出了《穷查理宝典》《
富兰克林自传等传世至今的经典作品。是的，对于天才的训练，光是有目的的训练还是不够的，一定要在这个领域持之以恒地做好内在修炼，努力揣摩别人成功的原因，才能获得最大的进步。刻意练习的第4要义，也是刻意练习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你必须要跳出舒适圈。作者举了这么一个例子，美国的放射科医生，他们通常通过 X 光片来判断、分析乳腺癌病患，但由于1000张 X 光片里，一般只有4至8个癌症特征被发现，医生获得有效反馈的概率非常低。加之隐私、信息传递等一系列原因，哪怕是资历最丰富的专家，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判断一定都正确，因而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，虽然医生们的从业时间越来越长，但是判断力却没有明显进步，甚至还退步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该如何提升医生的判断能力，推进医学进步呢？作者提到，此时必须要坚守刻意练习的第4环，让医生们跳出舒适圈，让他们逼自己不断迭代进步。后来医院是这么做的，医院统筹整理过去多年的 X 光片，再搜集归档相应病人的病例档案，一步步汇总特殊反馈效果的病例，总结成为培训医生的良好素材。放射科的医生们可以通过再次诊断这些已经知道结果的 X 光片，来研究自己的诊断为什么有问题，未来的判断分析又该如何改进。就这样，放射科医生打破僵局，主动出击，就可以把过去1年才能有1-2次的低效反馈训练，变成可以每天几十次有效反馈的训练。如此强化训练，放射科医生的诊断正确率自然有了大幅的提高。是的，走出舒适圈，不一定非要对医学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，只要在能力和精力范围内，不断做出细微的好的改变，为舒适圈留一个出口。很多时候，往后退一步是一成不变的静潭死水，而往前一步可能就是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记得点赞、留言以及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